在安东尼奥看来，叶晨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家伙，简直就是花样作死。自己已经表明黑手党身份了，他还想找自己要钱，这不是要钱不要命吗？更何况自己怎么可能把钱给他？要知道，自己虽然身价过亿，但这里面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费尽心血，从底层民众口袋里掏出来的血汗钱。外人想要走一份，都是要自己的命。原本他还忌惮叶晨已经报了警，警察就在面前。自己虽然杀人无数，可现在毕竟开始洗白了，怎么可能在警察的面前对这小子动手？可谁能料到，这小子竟然主动要跟自己进家拿钱，这不就是狼入虎口吗？只要进了自己的门，不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，直接让手下把他打死，然后伪造一个他在家中行窃的现场。警察来了就说这人妄图偷窃，被自己的手下击毙。只要找个靠谱的律师，大概率不用坐牢，就算是律师发挥失常，判了实刑，蹲监狱的也是自己的小弟，和自己没有半分关系。所以从叶晨说要跟他进去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打定主意，不让叶晨活着出来。此时那几名警察也知道，一旦叶晨进去，那大概率凶多吉少。于是其中一名警察便好意提醒他道：这位先生，我劝你有什么问题还是在外面解决，不要进去。说着他又道：另外，我不认为这件事要100万美金是个好主意，先生，这明显是不合理的要价，所以我还是劝你接受1万美金的建议。叶晨自然知道警察的用意，也知道他们是出于好心，不过对他来说，他今天要给安东尼奥演的这场戏，戏名就叫做死，所以自己当然要一条道走到黑。于是他便对警察说道：不好意思，我不接受1万美金的建议，我坚持索赔100万美元。说罢，他转头看向安东尼奥，开口道：走，进去吧，我等你把钱凑齐。警察无奈，再次问叶晨：先生，如果你们已经达成协定，并且没有任何异议的话，那我们就要撤离了。你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了。叶晨微微笑道：谢谢你们，警察同志。几名美国警察听到同志的称谓，一脸的不理解。随后几人相视一眼，将枪插回枪套，纷纷回到车上，驱车离开。警察一走，安东尼奥就变了脸色，他虚假的笑容迅速散去，换上来的是一副充满杀意的冷酷面孔。他伸出手来，轻蔑地指了指叶晨，又指了指不远处的强仔，对手下说道：把这2位贵宾带到酒窖去，等我招待完贵宾之后，我会亲自去跟他们聊一聊。安东尼奥说出贵宾一词的时候，叶晨甚至听到了他咬牙的声音。不过此时的叶晨分毫没有担心，反而一脸不满地说道：把人请到酒窖里，就是你们意大利黑手党的待客之道吗？请。安东尼奥嘴角抽了抽，表情冷酷无比地说道：今天我会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西西里真正的待客之道。被控制起来的茱莉亚此时非常紧张地对叶晨说道：他会杀了你的，快走吧，不要留在这里了。叶晨笑道：我从来没有去过西西里岛，今天有机会在纽约感受一下西西里岛人的热情好客，不好好感受一下岂不就亏了吗？说罢，他径直迈步向着庄园走去。迈步进门，叶晨边走边道：哎呀，说实话，你这庄园不太行啊，虽然挨着长岛，但实际还不算是长岛的范围，更像是长岛的大门口。纽约真正的有钱人都住在长岛里面，你住在这个地方算哪门子事儿呢？难不成要在这里给住在长岛里的有钱人看大门吗？说着，他一拍脑门，
笑着说道：“瞧我这个脑子，差点忘了你的本职工作。黑社会嘛，无非就是穷人的死神，富人的保镖，权贵的走狗。你在肠道边上，里面住的都是富人和权贵，所以你在这里又当保镖又当狗，也算是身兼数职，不容易啊！”妈的！安东尼奥顿时暴怒，他一把抓住叶晨的衣领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你他妈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！今天到了我的地盘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活着出去。记住你现在的嚣张，待会我要看你究竟会用什么办法向我求饶。”叶晨被他抓住衣领，没有任何反抗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，他只是微微一笑，看着安东尼奥，开口说道：“忘了告诉你，抓我的衣领可以，但代价是哪只手抓的，哪只手就得断。虽然你女儿长得很漂亮，但是这件事情也绝对没有任何商量。”安东尼奥看着叶晨那欠揍的样子，已然无法控制情绪，抡起拳头便要砸向叶晨的脸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鸣笛声，他回头一看，一个由4辆凯迪拉克以及1辆劳斯莱斯幻影的车队已经从转弯处驶来。他表情顿时一喜，顾不得在这里暴打叶晨，连忙将叶晨推到一边，对心腹说道：“快，贵宾来了，跟我一起去迎接。另外，把小姐送去宴会厅，把这小子和他的同伴送去酒窖。”说罢，也不等人反应，便先一步迈步朝外走了出去。几名手下正要将叶晨、强宰乙及茱莉亚带到庄园里去，叶晨忽然冷声呵斥道：“都不要给我动，否则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。”叶晨说这话的时候，用上了几分灵气。这几人听到之后，只感觉整个人灵魂都在震颤，一时间正在当场，完全不敢有任何动作。茱莉亚惊讶万分，她知道父亲这些手下都是什么路数，能跟在父亲身边的这些人，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他们或许现在穿上了西装，戴上了墨镜，看起来好像人模狗样，但其实他们跟西西里其他的黑手党一样，都是从烧杀抢掠干起来的。这些人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可能会被叶晨一句话就吓得连动都不敢动？而且自己也能明显看得出，这些人的眼神里竟然出现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惊恐。而安东尼奥以及他此刻身边那些随从并未注意到这里的诡异之处，几人眼里全是那个正在缓缓接近的车队。等几人匆忙跑出庄园时，那车队也刚好开到跟前。安东尼奥直接跑到那辆劳斯莱斯幻影的跟前，一脸谄媚地站在车门外，主动伸手打开了后排的车门。车里坐着的是一位中年男子，而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安东尼奥，此时如鹌鹑一般，在车外弯腰躬身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尊贵的阿曼拉莫维奇先生，欢迎您来到纽约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”